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公布了 SEC 通过比特币之后，比特币上涨了7%。这里面的上涨我们看到是依托于小线级别1440均线、169均线和200日均线这个位置开始发力的。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比特币上涨过多。那么 SEC 最终通过呢，仅仅是上涨7%之后快速回落。但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还有情。我们看到以太坊今天大涨10%，那么我们看到了市场当中资金轮动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是比特币 SEC 落地之后，我们对以太坊的 SEC 有一个新的预期之后，市场更多资金涌向以太坊的一个表现。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以太坊对标比特币走出了一个急速的反弹行情。在反弹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走出了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之后，直接顶到了 ETH 对标比特币的一个黄色线144均线附近。那么这个位置是存在压力的，但是我认为最终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能够走出唐僧阳线，到达0.058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200日均线。同时呢，目前来看，以太坊正向它的一个多头正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有了一个周线级别标志性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之后，上方空间将被打开，我们的目标位是在$2900。$2900刚好是在21年4月到22年4月的一个筹码密集带附近。那么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阶段，长期以来我们看到周线级别长期以来始终处在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里面出现了缓跌节奏，然后周线级别出现下跌吸油，急速的下跌吸油。周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吸油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的一个预期。但这里的预期呢，多次形成日线级别悟空阳线的过程当中被空头消灭了。但这次美国通过比特币的 SEC 之后，我认为以太坊会有所表现，因此呢，认为以太坊会领涨本段行情、本轮行情。同时呢，我也认为比特币通过 SE 之后是一个中长期的利好。短期之内，我们看到比特币的反应并不多，因为我们知道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比特币目前的表现只是市场当中获利的部分得到一定的释放得到一定的释放。我们知道消息面落地之后，往往伴随是落空，但是这种长期利好出现之后，短暂大波动之后呢，比特币会重新回到它原有的规律性的行情当中。什么是比特币的原有规律性行情呢？我们认为比特币正在进行第3轮次的上涨吸油。那么第1轮次上涨吸油始于23年1月份，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有悟空阳线、八阶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源自于23年6月，这里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有悟空阳线，然后震荡行情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的判断。比特币月在23年10月份展开之后，这个第2轮次的悟空阳线出现之后，然后走八阶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那么目前为止，对于比特币来说，早在这个23年12月份就走出了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悟空阳线组和本周形成的八阶阳线。那么上方呢是有周线级别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在这种预期下，我们认为是能够到达$50,000上方的，完成本轮次的第3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吸油。我们上方预期是周线级别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这要等到这个正式上线 SEC 之后 ，SEC 已经通过了正式上线美股平台之后正式交易之后，我们会看到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展开，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行情。但同时我们也认为到达比较高的位置之后还会有回调，原因是在$50,000上方我们曾经看到了2次的波峰，那么第3次波峰是容易回踩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周线级别上出现4次的等位置波峰之后，才容易出现更大的牛市，出现一个新高。所以呢，
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到达高位之后，到达唐僧阳线之后，一定要注意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根据我们 K 线吸油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回调动作，也有可能在高位出现，然后行情等待它走出第4次的波峰之后，才容易走出一个高点。那么我们认为以太坊走出一个新的上涨趋势之后，很多山寨币都会跟随着上涨。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包括今天一些热点币种出现集体爆发的一个行情，特别是ETC 就是经典以太目前也跟随以太坊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新的悟空阳线。我们看到本周行情 ETC 涨幅非常巨大，在周线级别上形成悟空阳线，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一个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已经完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那么 ETC 在未来一定会跟随以太坊，那么我们也观察到ETC 的走势是相对以太坊、相对比特币非常弱势的，处在一个这个水平压力线的下方。那么我们认为底部在27美金下方都是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如果回踩27美金是可以进场布局的。那同时今天热点币种也有这个 ENS， 这是一个NFT 的币种最近几个交易日走的非常强劲，在比特币通过ESC 之后我们看到ENS 走势出现了一个强劲的上涨。那么在上涨过程当中，我们也观察到了 ENS 走出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目前是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这个位置就比较危险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唐僧阳线一旦出现，是容易出现回调动作的。因此呢，对于 ENS 的今天涨幅44%之后，容易做什么呢？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回调，如果出现这样的回调动作，才是可以进场的一个好的时间节点。同时 People 代币最近一直比较火热之后，出现了连续的调整动作。那么这个调整动作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收敛三角形正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如果能够回踩4小时级别144到200日均线，是可以布局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同时我们也观察到我们的会员票RIY 在最近几个交易日表现非常一般，但它的这个结构我们认为已经到达我画出来的一个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附近，同时这个位置上也是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在下跌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也就是目前的一个时间节点过程当中，容易出现反弹。那么今天它是略有上涨，大概是7%的上涨幅度，这在币圈来说是非常小的一个上涨幅度。同时呢，它经历了连续的4小时级别调整之后，目前是一个调整的尾声。我们看到它做出的是几轮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这几轮日线级别上涨可以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是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走势。那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它做了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目前接近尾声的情况下就构成了一个买点所以呢，对于SOL 板块下的 RIY 应该是重点关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SOL 就是它的一个同板块的一个币种那最近几个交易日也表现非常强劲。我们看到这里回踩的位置就是在200日均线附近，然后开始反弹。随着比特币的震荡，它也开始大幅震荡。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个结构，就是一个收敛三角形跌破底部平台之后，进入下方4小时200日均线的一个支撑区域。然后后面的行情，我认为它会重新回到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发动上涨那么对于 SOL 来说，本轮行情走势非常强劲，我们可以看到从底部到高点上涨幅度达到15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目前是第2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8节阳线，那么上方就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因此呢，对于之前走过一段强势行情并且完成回调的币种，应该重点关注这里面对于仓位的控制一定要分仓进场，设置止损仓位一定要轻。未来呢牛市行情很快就要到的时候，我们提前布局，把这个牛市的利润吃到。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